苹果泄密这档子事儿啊，我觉得最有观赏性的不是印度再一次确认了自己是盟友最大的报应这个铁律啊，而是保密到有些扭曲、搞封闭、隔离垄断，如同有洁癖的苹果被印度的玄学给完成了开源之后的惊诧无语、不知所措又无可奈何。尤其是现在华强北啊，跟张无忌拿到了乾坤大挪移的这个秘籍一样，你说你修炼你就悄咪咪的练到神功大成嘛？结果现在啊，华强北的张无忌们给大伙儿天天全程直播如何突破神功第9重啊，顺便还要感谢一下塔塔集团的技术支持，真的是杀人诛心呐！塔塔集团啊回应也特别搞笑，说啊自己的安全能力尚未达到苹果对供应商保密的苛刻要求，就很有种印度那种啊路边摊的卫生程度没有达到非印度人类的这个群体免疫的上限的意思啊，不是我不够好，是世界太矫情了。苹果你既然把秘密交给我，印度的风格全世界都知道，你苹果不会真的把怕泄露的东西交给我吧？交给我的我都默认为是没那么重要的。与华强北的速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次泄密被发现的过程啊，泄密了10几天了才被发现，过程也根本不是好莱坞大片里那种啊顶尖黑客高智商对决，而是一场漏洞百出的草台班子汇报演出。黑客用的甚至都不是什么0日漏洞啊，什么机缘巧合啊，或者伺机而动啊这种高科技含量的东西，就是一个长期挂在公网上众所周知的却偏偏没有人去修的后门。黑客大摇大摆的啊从后门进去，拿到了高管的账号，然后顺藤摸瓜进入了苹果的跨国企业研发平台，然后就在里面安营扎寨度了一个长假，好几天的时间里几十万份的文件啊如入无人之境被往外搬运。那毕竟嘛630G 的文件啊，打包传输它也很耗时啊，结果整个塔塔电子的安全系统无知无觉。当年苹果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保密体系啊，跟要去攻打银河系一样极其复杂，核心服务器物理隔离，车间信号全屏蔽啊，连生产垃圾都得要通过 X 光机，员工稍微有个违规下载的操作立刻就是警报震天响。结果到了印度啊，风水宝地，苹果耗费了10几年，砸了无数真金白银的保密护城河，硬是被一群永远处理不干净后门的天才给弄塌了。而且最要命的根本不是什么 iPhone 18的全球首发可能要改到深圳啊，苹果自己都得买场外站票。iPhone 18 Pro 的外观或者 A20 的这个芯片技术手册被曝光不是问题的核心，对于真正的产业博弈来说，外观参数的这个泄露啊顶多算是丢了面子，真正要命的是那份完整的物料清单和全球产能布局的规划。过去这10几年苹果的果链为什么这么值钱，靠的就是极致的信息隔离带来的绝对的定价权垄断。他把所有的供应商都关在不同的黑屋子里，只有他自己掌握全局，然后通过赛马机制让供应商互相卷，把利润都压到骨头渣子里，自己得到最优解。现在好了，630个G 的文件一泄露，相当于苹果把自己的底牌、成本线、采购价全部公开，这才叫真正的光着站在光里啊！以后供应商上桌谈判，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一样，反正咱家的供应商合纵连横的这个戏码立刻就能给他安排上，竞争对手更是可以照方抓药啊，精准狙击苹果的利润空间。一次毫无技术含量的安全事故，直接把苹果真正的利润空间的地基给刨没了。美国折腾了10年的有案外包，在这一刻达到了黑色幽默的巅峰苹果去印度跟美国的重返印太战略是同步开始的。2016年大统领在竞选的过程中就已经强势的提出要脱钩的这样的苗头。2017年甫一上任就开始了201和301调查，苹果就是在这个阶段上了印度制造的贼船。当时想的都是印度可以重现中国崛起的神话，那同样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那岂不是要人口有人口，要红利有红利，要市场有市场，那还能躲避跟大统领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摩擦以及地缘风险可以说是几全其美各种维度都考虑过了，唯独没有考虑印度。即使看到了小米 vivo 都纷纷折戟沉沙，苹果也只道是美印一条心三哥帮忙打击竞争对手，完全没有兔死狐悲之感。到了2020年的时候，苹果已经在印度开疆拓土了。iPhone 的主力机型不管大厂杆菌它超不超标，都逐步的开始在印度全线组装，然后这乐子就没停过2020年12月，苹果的供应商维创在班加罗尔的工厂因为拖欠和无故克扣工人工资，还延长了工作时间，导致工人暴动，上千人冲进厂区打砸设备，生产线直接瘫痪。苹果事后呢把维创列入到观察名单，这个时候的苹果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供应商的问题。
那21年的时候呢，印度数字基金会联盟等多家主体联合向印度竞争委员会投诉，指控苹果在 iOS 应用市场滥用支配地位。22年初步核查，结果认定苹果违反了印度的竞争法。注意，这个时候印度的反垄断罚款规定还只以印度境内的营业额为基数，最高罚 10%。到了2023年，和硕在印度的工厂也发生了火灾就是因为印度老旧的电力问题。就这个时候了，苹果还觉得那也可能还好依旧是头也不回的扎进印度的这个怀抱。可以说呀，杀猪盘之所以可怕，就在这一步。一般到了这种已经开始无视各种异常的信号，一门心思认准了要往里扎的时候，杀猪盘的操盘手就知道这事儿稳了。而这次操盘手就是塔塔集团，让塔塔集团收购了微创的印度工厂，成为了苹果在印度的最大的本土代工伙伴。24年，塔塔在霍苏尔的工厂也发生了火灾。这西方人你说不上他是信邪还是不信邪。你说他不信吧天天为了些拉帮结派的目的，搞些草菅人命、神神鬼鬼的事情。爱泼斯坦那个烂透了的岛上的事情，大家都相信，主要原因还是西方的这些头头脑脑他们有这个口碑在。你说他们信邪吧，就苹果在印度被砸、被诉、被点火，都要变成苹果派了那主打的就是一个头铁。那当然呢主要还是美国政府头铁，无论如何也要让印度快速的替代我国。那为了这个目的，那就压着苹果从东土去添足那苹果自从东土跑去了印度取经，产品的良率就从 95% 以上一路掉到 60%， 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只能稳定在 85%， 然后稍有个风吹草动停电啦、暴动啦，那个良率可以达到 30%。 其实我也很费解，30%的良率是怎么做到的呢？打螺丝打一半起来一起跳了一段舞蹈吗？这么魔性吗？总有些人嘲笑人家2019年之后拿到的苹果手机它带屎人家呢明明是松弛快乐的 DNA 是酝酿报应的前奏是物理世界给想当然的政客们的小拳拳那故事到后面就来到了这个最高潮的部分。大统领25年4月发起了无差别的全球关税战。5月，万斯在送走了上一任教皇之后，携着晦气的余威到了印度。随后，印巴爆发507空战歼十完爆阵风。这俩事儿之后，印度的股债汇三杀又三杀，杀的那是天昏地暗印度因为要缴纳高额的对美国的关税内部的廉价制造业利润几乎归零。同时呢，欧美又要求禁止印度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这真的是一根筋变两头堵卖不出去也买不进来。结果空战还输得彻底又惨烈，支撑货币的这两条腿，主权信用和制造能力，那是从大腿根就给踹断了货币贬值，外资溃逃，啥宣讲团它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于是熬到了26年2月7号，印度终于是答应了特朗普的关税要求，签署了美印贸易协定，并通知国内的炼油企业不再预定俄罗斯的油气。2周之后，就是2月20日，大统领的这个关税行政令被裁定违宪。这真的是净身之后发现葵花宝典是假的，刮骨疗毒之后发现那是块好肉，得罪了俄罗斯，少储备了那么多的石油。结果2月28号，美伊又开战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了，印度当时 85% 的原油咔嚓就断了。那之前其实还有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石油作为分担这不都被大统领折腾没了吗到了2月28号，那是真冤要是没有2月初的那个协议，提前拒绝了俄油，也不至于那么倒霉。如果美伊没有那么快开打给印度留点时间，也不至于后来这么被动。于是印度还不算已经起步了的工业化，被这么一波颠三倒四的操作，直接就折腾没了半条命那于是老仙呢还想振奋一下士气，挽留一下出逃的外资，又想在呢这个4月20号要为印度耗时了13年，花费了95亿美元的全国最大的炼油厂剪彩，大操大办，冲喜。结果剪彩前一天，炼油厂炸了。事情发展到这一刻的时候再看看美国寄养在自家的好大儿苹果，那实在是让印度人恨得牙根都痒痒于是印度工业的希望炼油厂炸了之后，印度连夜修改了自己的竞争法，要按照22年到24年苹果全球总营收的 10% 进行罚款，接近380亿美元苹果每年在印度的总营收都不到10个亿，这一下直接把它40年的收益都给罚了。你真说不好印度它是泄愤，它还是贪心。其实呢，印度现在还在拟定法规，要求科技企业交出源代码。塔塔这一手真的是釜底抽薪你不交给我，我就给你开源。印度真的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
其实从24年开始，苹果也想着怎么能够蚂蚁搬家的脱离这个超级杀猪盘，快速的抽出在印度的很多利润。可是呢，上面领导有案外包的这个政治任务压着呀，必须寻求美国的有案，也就是说必须要苹果自绝于东大无敌的供应链啊，这实在是太为难苹果了。就在这个举棋不定的档口，塔塔集团立功了啊，直接把苹果给开源了。毕竟是想赢起来，连自己工业的命根子都能剪彩前灰飞烟灭的三哥，你苹果的命根子多啥呀？众生平等啊，都给老子爬！于是尚未发布的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核心资料完整曝光啊，不仅包含整机的主板原理图、芯片排布与电路逻辑，更有 AI0 Pro 芯片的全套技术手册、苹果自研的 C2 信号基带的完整的技术文档，甚至包含跌落测试视频这些内部的测试资料，直接就将苹果下一代旗舰机的构架设计、这个解码逻辑以及功耗参数性能底线全都公之于众，竞争对手可以直接根据这个预判产品的迭代路线制定针对性的研发策略。来互相伤害吧你让我工业化的道路飞升失败，我就拉上你一起浮生沉沦。衬托的咱们这华强北的张无忌就更像游戏里的 NPC 了。对手和他的报应整些没用的咱们不管。咱的生产线上那是一刻不停的迭代和技术验证，高效严谨，心无旁骛向前冲刺。真实的这个重工业和先进制造业它不是搭积木俩人一拼它就合在一起了，它需要的是漫长岁月的技术沉淀，数以万计的和甚至百万计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和密不透风的安全管理体系。真正的竞争力不是那几百 G 的信息垄断供应商依附和压榨，而是时间与分工上的难以逾越。真正摧毁苹果的不是塔塔，是画地为牢的垄断。真正成就华强北的也不是天竺的真经，而是几十年积累的巨大工业优势。你看懂了吗？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